深夜和加班的女友视频通话时，突然发现女友身后的柜子里面有一张人脸，正悠悠地盯着女友。我顿时一惊，以最快的速度挂断电话，并给女友发了一条信息：躲起来，快！我跑下楼后，第一时间打了一辆车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刚才的视频里，女友和我说过，整个公司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那躲在柜子里的究竟是谁？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女友回复的消息：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我出来了，准备去卫生间躲一躲，外面有脚步声，怎么办？你还要多久到？记得我给你买的防身喷雾吗？拧开保险在手里攥着，如果对方打开厕所门，第一时间喷面部，之后赶紧逃跑。喷雾生效少说也得3到5秒，这期间不被追上你就安全了。我还有5分钟左右到楼下。我打字的手都在发抖，甚至按错了几个字，但意思大差不差，他一定能懂。终于到了女友公司楼下，我飞快地冲进大堂，可一进大堂却被门卫赵哥拦了下来。这家伙可是个难缠的主，肥脸上嵌着一双眯眯眼，但脾气却臭得像块石头。赵哥，我女朋友有危险，得赶紧上去。发子，你是想砸我饭碗还是怎的？领导最近督导特别严，下班时间一律不许外来人进去，别给我找麻烦行不？这次真是特殊情况，领导罚你多少，老弟我1分不少给你补上，不能让赵哥你为难。你看，这是我俩聊天记录，我真没骗你。发子，这么的吧，你给张玉打个电话，让他下来接你上楼，行不？我没时间和他纠缠，径直朝电梯跑去。结果赵哥几大步追了过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后领。我不是个怕事的人，但赵哥少说180公分，块头也不小，即使能撕扯过他，也指定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算了，赵哥，老弟不让你为难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我快步走出了大堂。我当然不可能扔下张玉不管。赵远东好吃懒做，要不是和领导沾点亲戚，早就被辞退了。但我知道这人有个弱点，就是爱占小便宜。我越想越窝火，可还是飞快地跑去超市，给我来盒软中华。我兜里揣着香烟，飞快地跑向公司。临近大门时，我刻意放慢脚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去。刚才是老弟心急了，多有得罪啊！赵远东斜眼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，终于扑哧一下乐了。行，这回我看出来了，老弟你不是装的，真有事的话，我赵远东宁可工作丢了也得帮你这个忙。赶紧上去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给大哥打电话。我二话没说，朝电梯跑了过去，连寒暄都免了。我不敢给女友打电话，女友很粗心，我怕她没关铃声惊动坏人，而且电梯中信号也不好。我低头看见手机有2个4颗信号，赶紧给女友发微信。微信发过去了，可女友却一次也没回复。想到我有可能失去了女友，强烈的酸楚涌上心头。我是在不再给白月光当舔狗后和张玉走到一起的。她不像白月光一样对我冷暴力，她会给我做饭，买自己爱吃的零食给我。张玉虽然不像白月光一样是校花级别的美女，但笑起来很好看。她经常给我发视频，视频时还把整个脸贴近屏幕对我笑。她知道我吃这一套。电梯叮的一声停在12楼，我如梦方醒，我冲出电梯，却被一道玻璃门镜挡在了外面。该死，我居然忘了这个楼层有门禁。我使劲推了几下，门纹丝不动。如果没有门禁卡，只能等里面的人开门。我大声呼喊女友的名字，可里面还是一片死寂，只有我的回声在空旷的楼层中回荡。我掏出手机，微信上依旧是张玉最后的那条回复。我用尽所有力气踹着玻璃门，发出阵阵巨响，伴随着我带有回声的咆哮。门依旧纹丝不动。我心一横，抱起旁边的灭火器就准备砸开玻璃门。这时楼下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尤为明显。张玉，是你吗？赵哥，脚步声仍旧在继续，却无人应答。我的心跳陡然加快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黄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一看，原来是张玉的同事郭立明，一个能说会道、总是嬉皮笑脸的人。立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开下门，我有急事。再着急也别踹门啊，他也不认识你。郭立明笑了笑，掏出自己的门禁卡帮我开了门。他走近时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下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满脸疑惑：“立明，这么晚你怎么不回家？”哦，我来公司取趟材料，这就走。你来找嫂子吗？对，我先进去了。里面被黑暗笼罩，空无一人，只有张玉职位的主机散发的微弱的白光。我打开手机照明，往这一层的洗手间走去。洗手间静得可怕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走了进去。张玉，你在吗？没有回应。我一个个推开洗手间的隔间，没有发现女友，我的心凉了大半截。突然间，我想起了视频中的柜子，我立刻朝着柜子走去。此刻明明半开的柜子居然关上了，这让我悬在半空的手迟迟没有向前。紧闭的柜门里仿佛隐藏着一切的答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用无比缓慢的速度拉开了柜门。里面的情况让我愣住了，堆满了材料，根本容不下一个人。突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整个人吓得差点蹦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顿时又惊又喜，是张玉的来电。张玉，是你吗？不是，我是谁？二傻子，担心死我了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你还说呢？你装神弄鬼的给我吓个半死，害我在洗手间躲了半天，洗手间没有信号，我才看见你的私信。什么？在卫生间？我明明刚去卫生间找过你。算了，你在哪？赶紧过来吧，我在你职位呢。我马上就到了。
果然，这句话在职场的玻璃门外面也响起了回音。他回来了，给你吓坏了吧？刚才把我也吓得够呛，但你来了我就不怕了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惦记我啊！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？未来的媳妇有危险，我能不过来吗？对了，你说你在洗手间没信号，我刚才去卫生间，怎么没看见你？你还说有脚步声。我刚开始是去了卫生间，隐隐约约听到好像是有脚步声，也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在卫生间待了半天，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卫生间黑漆漆的，比外面都吓人。我就去了监控室躲避，因为监控室可以看见整个大楼的情况。你在监控里看见了什么？没什么啊，我就看见了你和赵哥，对，还有郭立明。之后我就看见你给我发了一大堆哭爹喊娘的信息，逗死我了，哈哈哈。你这没良心的傻妞！对了，你不是说有危险吗？指的是什么？我看见柜子里面有一个人。真的吗？你检查过了吗？我检查过了，但奇怪的是，里面全是资料，而且也容不下一个人的体积。对了，我跟你视频的时候截了屏。我慌忙掏出手机，找到那个截屏，放大一看，女友顿时脸色吓得惨白。虽然放大后有些模糊，但截屏中的柜子里真的有一个人。刘金婷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也像出了电般浑身一颤，因为她就是我曾经的白月光刘金婷。张玉和我是大学同窗，毕业后，她和张玉进了同一家公司。这么模糊的影像，你是怎么认出他的？因为我认出了我送给他的领花，上面有一个金属百合配饰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猛然一惊，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，快步冲向柜子。我拉开柜门后，果然在柜子底部发现了那枚金属百合的配饰。我在柜子里面疯狂翻找，女友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。黄发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说刚才他躲在柜子里，说明这些资料是他离开后落上去的，或者什么？我看着眼前的几绺长发和一大滩血迹，或者他只有半截身体。小玉，你要冷静，刘金婷可能遇害了，而且我们也很危险。我的双手感受到女友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她通红的双眼不停滴下泪水。我们先走。我拉着她冲向职场的玻璃门，到了走廊，我拽着她拐进楼梯间。为什么不坐电梯？我怀疑凶手并没有离开大楼，坐电梯很容易被他截停。走楼梯虽然慢，但有迂回的空间，可以随时听脚步声，及时从安全通道躲进楼层。我们快步下楼，没走多久，楼道中突然响起了第三个人的脚步声。我和张玉顿在了原地，惊恐的对视。怎么办？前面还有一处安全通道，我们从那走。进入另一处安全通道后，我庆幸自己没有选择坐电梯，否则早就被堵在里面了。楼梯不止一处，理论上我们可以无限和对方周旋，迟早能跑到1楼。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让我们吓了一跳，是张玉的手机响了。是郭立明。不要接，他刚才也出现在了公司，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他可能想通过手机通话判断我们的位置，或者拖延时间。突然，我们前方的安全门被推开，是郭立明。我和女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僵在原地，下意识的后退。对面的郭立明一脸茫然：“玉姐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打电话怎么不接？”你别过来。好，你别紧张，我只是想问下，你们看见赵远东了吗？你靠边站，让我们出去。我不知道赵远东在哪。这是闹哪出？你们是要出去吗？赵远东那家伙把楼下大门锁了，我正要找他给我开门。什么？门被锁了？看到我们不正常的表情，郭立明似乎也察觉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妙。是啊，他把门锁了。是发生了什么吗？金婷她死。张玉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，我掐了一下他的手，但已经晚了。郭立明一听到这个名字便愣住了，他是刘金婷众多的追求者之一。他怎么了？郭立明，你听着，我并不相信你，请离我们远点，我们要过去。黄发，我觉得立明应该没有问题，他人其实不错的。这个郭立明平日里堪称妇女之友，说话让女人暖心，让男人恶心。你觉得很好，是因为你们女人吃这一套，我对他可没什么好感。黄哥，你虽然不相信我，但我隐约听出来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想知道金婷怎么了，下面指定出不去了。我觉得现在真的有情况的话，咱们应该报警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拖延时间，但是报警的建议我不反对。郭立明掏出手机就要拨号。等下，不用你，我来。我正拨号时，突然身后窜出一个黑影，一把勒住女友脖子，手中寒光闪烁，是赵远东。他用匕首抵住了女友的脖子。赵远东，放开他！退后！麻辣的赶紧给我退后，不然我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。我知道这种情况不能来硬的，只能先想办法稳住他。赵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赵远东，你别做傻事，快放开玉姐。郭立明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赵远东没有回应，而是猛地从女友口袋里拽出了手机。把你们的手机都给我交出来！很显然，
赵远东就是杀害刘金婷的凶手。赵远东，你是不是杀了金婷？你这个畜生！别激动，赵哥，你不要一错再错，先放了张玉。胡说，我根本没杀人。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还说不是你，我和黄哥一起上，你敢说你能应付吗？郭立明简直在火上浇油，他完全不管张玉的死活。但刚才赵远东的话让我顿时陷入迷惑，隐隐觉得事情并不简单。赵哥，既然你没有杀人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报警？你先别激动，我们相信你。总之谁也别报警，我没有杀人不代表别人不会。好的，赵哥，我们听你的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我决定还是先稳住他，再找机会行动。把手机给他。然而郭立明却正看着赵远东，神情有些恍惚。突然他立刻掏出手机开始拨号。我让你把手机给他，你没听见吗？他不会杀张玉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好啊，你看我敢不敢杀他？住手！手机给你。来不及多想，我立刻把郭立明的手机扔给了赵远东。黄哥，你疯了吗？你想把大家都害死吗？我死也要和女友死在一起，由不得你这个外人做决定。还有你的，我的也给你，但你要先把张玉放了。我不能放了他，放了他我们都得死。什么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了看女友，她吓得不停地颤抖，一句话不敢说，但她那熟悉的面庞让我心如刀割。无论谁说什么，我都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是她主导的。我拿着手机慢慢靠近他们。嘿，扔过来就行，你人不要过来。嘿，扔过来就行，你人不要过来。我相信你。如果张玉不可信，咱们可以控制住他，但请不要伤害他。我现在就把手机递给你，别摔坏了，一会再还我。我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悄悄攥紧了防风打火机。打火机的火苗一旦烧到皮肤，什么理性和意志力都是空谈，必然本能躲避，而且匕首也会脱手。但我只有一次机会，在赵远东接过手机的一瞬间，我另一只手迅速接近赵远东的持刀手，猛地打开火机。女友和赵远东同时大叫一声，显然我不仅烧到了赵远东，同时也误伤了女友。但赵远东的匕首应声而落，女友趁机挣脱了赵远东的控制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去捡匕首，不料赵远东抢先我一步捡了起来。我趁他弯腰之际，直接一记袭击狠狠顶向他的面门。这一下我使了很大的力道，够他喝一壶的。我拉住女友的手，迅速冲下楼，却发现郭立明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冲到了1楼大厅，发现大门果然被锁死了。知道赵远东很快就会追来，我拉着女友顺着另一处楼道向上狂奔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保护你不是应该的吗？谢谢你相信我。我沉默了，我确实信任张玉。不过今天的凶案其实每个人都有嫌疑，而如今赵远东的嫌疑最大，但他却说自己没有杀人，却还不让我们报警，究竟为什么？而且他还说放了张玉，我们都得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些都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但总之，我们必须躲开他。如果我们能躲到天亮，即使没人报警，我们也得救了。我们早上8点上班，但有些员工6、7点钟就会来，我们一定要撑到那个时候。这可能会是我们最漫长、最难熬的一夜了。最终，我们选择躲在7楼，这一层是电销职场，有很多连排电脑桌和座位。我们坐在一处角落，确保整个身子被桌子挡住，同时还能听到门口的动静。我最初的提议是去监控室，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大厦的每一个角落，能帮我们掌握对方的动向。但女友否决了这个提议，因为赵远东也会想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如果找不到我们，很有可能去监控室把守。我知道刘金婷死了，最伤心的人就是你，但现在我们要确保自己能活下来。你难道不伤心吗？他可一直是你心心念念的。小玉，你相信我，我早就把他放下了，我心里只有你。看把你急的，就是逗你一下。这个时候你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对了，我不再联系他之后，你们突然成了闺蜜，还总去他家里住，我都以为你们成拉拉了。你没猜错啊，我怕你还惦记他，就把他给掰弯了啊。他喜欢女人了，你就没机会了哈。张玉摇头晃脑的气我，这是什么鬼才逻辑？我一时哭笑不得。你觉得郭立明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可信吗？他虽然跟我是一个部门的，但今天我算是看清他了。但平日里大家都觉得他为人很亲和，他工作能力也强，还是高材生。如果个子再高点，说不定金婷会接受他呢。所以说他杀了金婷，我觉得可能性不高。但他刚才贪生怕死，往我身上泼脏水这件事，我绝不原谅。赵远东倒是有可能，他喜欢伸咸猪手，有一次摸了一下金婷的屁股，被他扇了一个巴掌。我记得这事，好像后来赵远东开始四处造谣，说刘金婷给领导当小三，导致刘金婷遭遇了严重的职场霸凌。而且赵远东刚才拿刀威胁咱们，一定是他干的。突然，哐当一声响，我和女友瞬间屏住了呼吸。有人！我压低声音，心跳骤然加速。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被发现了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。前方的桌子下，一个黑影正在晃动，显然有人藏在那里。我顺手抄起一根拖布杆子，轻轻地向那个地方靠近。小心点，黄发！我走进黑影身边，举起拖布杆，正准备给他来一闷棍。别，王哥，是我。你怎么也躲在这里？
是啊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别怪我，发生了杀人案，多了解点情况，对于自己才是最安全的。但我听完你们的话，觉得你是可靠的，而且你刚刚才来到这。不过张玉姐，我还是信不过。郭立明，你少放屁！你刚才说赵远东不会杀我，分明就是想报警自保，你根本就没把别人的命放在眼里。黄哥，你想想赵远东说的话，如果不是赵远东杀的金婷，会不会是他杀的？他可是一直都在楼上啊！郭立明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张玉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也有可能是你。黄哥，你忘了吗？赵远东说过，他不死，所有人都要死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想过吗？黄哥，咱们两个一起行动，会安全很多，别和张玉这种可疑的人在一起。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赵远东这种人的话你也信？他可是用刀逼着咱们交出手机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扔下小玉自己行动的。你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的话，请自便。对，你无凭无据的就血口喷人，居然敢把我们拆开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黄发的。黄哥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小心一点，很有必要。在他没有洗清嫌疑之前，我们可以暂时给他反绑，但由我们两个保护他的安全。我说闭嘴，你听见了吗？信不过我们，你自己去对付赵远东。郭立明一脸的失望，但他知道自己去面对赵远东绝对凶多吉少，女友也被他气得不轻，靠在我旁边，离他远远的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我们三人同时正在原地面面相觑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什么掉下去了。咱们要不要去看看？什么情况？去看看吧。别去，你们疯了，这有可能是赵远东故意吸引我们过去的陷阱。没关系，我们顺着走廊悄悄过去，只要不发出声音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如果有情况，咱们立即逃跑。我们有3个人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去看看，不能蒙在鼓里。我们来到1楼，隐隐约约的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，像是垂死之前的闷哼声。我们吓得有些不敢再向前。郭立明看了看我，他的双眼满是恐慌，有了点打退堂鼓的意思。我示意他跟在我旁边，一会一起行动。不知不觉间，闷哼声好像消失了。我悄悄地将头部探出一个边缘，然而下一刻，我被眼前恐怖的一幕吓得瞬间呆在原地。赵远东死了，他的头部周围是一大滩血迹，旁边横着一个小型保险箱，显然他是被从高处落下的保险箱砸死的。郭立明迅速跑过去，在赵远东身上翻找着什么，紧接着他的脸上逐渐显露出崩溃的神情。我们来晚了，钥匙、手机都被拿走了，是谁干的？无论是谁干的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不安全。对，凶手有可能就在附近，赶紧走。我们3人一起往楼上走，寻找新的藏匿地点。看来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在这幢大楼。我突然愣住了，因为我记得女友曾经说过，她在监控室只看到了3个人，也就是除了她自己以外，只有我、郭立明和赵远东。如果还有其他人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对我撒了谎。小玉，你刚才在楼上为什么说在监控里只看到了3个人？黄发，你怀疑我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真相就是刘金婷是不是并没有死？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……那你看见她的尸体了没有？你的意思是刘金婷杀了赵远东？其实我觉得，要想了解真相，你最好问问她。的确，所有人当中，张玉是和刘金婷是关系最近的一个。小玉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你有什么瞒着我的吗？黄发，我只希望你能相信我。我相信你什么？相信你的谎言吗？你真的会为了你的闺蜜不顾别人的生命吗？你连我也不顾吗？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愣住了，因为我最开始正是因为和女友视频，发现她有危险，才被吸引来的。刘金婷如果活着，那就说明她是故意开了半扇柜门让我看见的。难道我也是目标之一吗？视频中的刘金婷和张玉近在咫尺，但刘金婷没有杀张玉，难道他们真的是一伙的？我开始考虑，是不是真的应该把张玉先控制起来？等等，你们说金婷是凶手，你们认为一个女孩能举得动保险柜吗？那只是一个小型保险柜，即使是女性举起来也完全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得去一个刘金婷到不了的地方。去哪里？还要带着他吗？去12楼。我记得刘金婷和小玉的工作地点不在一个楼层，所以她根本没有12楼的门禁卡。把你的门禁卡拿出来。你怕我把我的门禁卡给了他吗？让他跟我们一起去，如果不盯住他，反而会更危险。不能去12楼，除了我和张玉有门禁卡，赵远东也有。现在他死了，那门禁卡会在谁手里呢？而且我刚才也没有找到赵远东随身携带的匕首。咱们有2个大男人，难不成会怕一个弱女子？而且赵远东虽然有可能有12楼的门禁卡，但他毕竟不是公司的人，不可能随身携带，都会放在一处统一保管。张玉一边说话，一边用凶狠的眼神盯着郭立明，两人形成对峙，最终是郭立明先败下阵来。好，那咱们就去12楼。黄哥的身手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要是拼了命也不是吃素的，你最好别耍花招。最终，我们3人躲进了12楼的办公室，并且锁好了门。郭立明，你觉得刘金婷有动机杀你吗？
我觉得没有，我只是他众多舔狗的其中之一，而且我是整个公司都欺负他时为数不多替他出头的人。对，我还记得你去找赵远东理论，还大打出手，最后你被赵远东打成了阴阳脸，哈哈哈！不知道赵远东是不是左撇子，就可一边揍。你能不能别笑了？你呢？刘金婷有杀你的理由吗？我觉得没有吧，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是拒绝给他当舔狗吧。不过听说他最近几天精神好像不太正常，经常风言风语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那你问你女朋友不这合适吗？他们可是无话不。郭立明的声音突然停住了，我把头转向张玉的方向，下一秒我大惊失色，张玉不见了。玉呢？糟了，看来他们真的是一伙的，我早该意识到的。她是你女朋友，难免的，不怪你。他的表情没有了慌乱，反倒多了一丝释然，但我注意到了。别管这些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至少得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。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我俩立刻警觉起来。紧接着一个剧烈的响声传来，似乎是有玻璃被打碎了。我朝郭立明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在前，我在后，出去查看一下情况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一起上。郭立明点了点头，我们一前一后出了玻璃门。突然，走廊的灯灭了，有人把电闸拉了，整个12层陷入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和郭立明都不敢出声，也因此我根本无法判断他的位置。突然，我的脖子被一个冰冷的物体抵住。别出声，跟我走。是张玉的声音，我从未对他的声音产生过恐惧，而此时正是这个声音让我不寒而栗。我一动不敢动，只能任由他挟持着我。紧接着，他挟持着我进了一个房间。你要杀了我吗？你杀了我可以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。我怎么会杀你呢？他突然松开了手中的东西，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我。我感受到了一阵湿热，他流泪了，因为眼睛适应了黑暗。我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了，他手中拿的原来是我送给他的防身喷雾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？为了让你相信我。张玉咬紧嘴唇，仿佛经历了强烈的心理挣扎，缓缓用手指指向房间的一处角落。我的目光跟随他所指的方向，看到了一个麻袋。我预感到了什么，但还是缓缓地走向了那个袋子。我知道里面有可能是个人。这回你知道了吧？我根本没有骗你。这一夜经历的太多，我有些难以承受，但此刻我必须冷静下来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那个混蛋诬陷我和金婷串通害你们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他明明已经死了啊！是啊，因为是你杀的吗？你说什么？郭立明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可能杀金婷？你们都不要吵了。看来，如果想知道谁是凶手，只有去一个地方了。去哪？你们两个跟我走。我们三人沿着防火楼梯匆匆赶往另一楼层。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思索，其实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谁是凶手。刚才的话不过是为了稳住他们，他们两个谁都有杀刘金婷的机会。不过这次我决定赌一把，因为我几乎可以确认一点，那就是我用尽全力，一把将郭立明推下楼梯，然后拉起张玉，迅速逃离。怎么回事？黄发，你怎么突然？刚才发现了刘金婷的尸体，说明最开始你并没有骗我，在监控中你确实只看见了我们三个人。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你的嫌疑，但刚才被你控制的时候，你是完全有机会杀我的。即使用防身喷雾喷在我脸上，我也绝对会交代在这里。如果换作是郭立明有了这样的机会，我不敢保证。而且他怀疑刘金婷没死的时候，为什么说那你们看见尸体了吗？他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了张玉原因，他恍然大悟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找地方躲起来吗？如果能找到地方躲起来最好。不过什么？假设郭立明是凶手的话，而且刚才赵远东被杀了，咱们三人又都不在场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。这时对面也响起了奔跑的脚步声，我俩同时停住了脚步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是赵远东，他没有死。我把能捡起来的东西全部砸向他，花瓶、水盆、垃圾，但他仍不断逼近。赵远东离我们不到2米，我开始用拖把牵制着他，试图阻止他靠近。女友快速掏出了他的防狼喷雾，他的防身喷雾并不是雾状喷射，而是线性的，有效范围可达3米。别浪费喷雾，它的持续喷射时间只有5秒，找准机会再下手。这时，我和女友一开始跑来的方向传来奔跑的脚步声，看来是郭立明来了。我知道这样僵持下去，我们迟早完蛋。等郭立明到了，我们几乎没有胜算。我突然下前抱摔，搂住了赵远东的腰，试图将他摔倒在地。我用尽全力，但赵远东人高马大，一身肥膘，根本无法将他抱起。但我的后背则完全暴露给了对方。我感到后背一阵阵的刺痛，我知道我中刀了。女友撕心裂肺的狂喊，伴随着喷雾的声音。由于赵远东被我控制住，张玉应该是喷中他的面部了。然而顷刻间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女友的手臂应声而落，而地上的手臂仍在紧紧地握着防身喷雾。女友发出惊恐的惨叫，是郭立明。他拿起砍刀，准备再次砍向女友。我冲过去一把抱住，给他推倒。我也失去重心，趴在他身上。身后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是赵远东过来了。他握着刀就要刺下来，我冲过去一把抱住，给他推倒。我也失去重心，趴在他身上。身后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是赵远东过来了。他握着刀就要刺下来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往旁边一滚，赵远东的刀刚好插到了郭立明的心脏上。
等我缓过神来，才发现赵远东在地上捂着脸翻滚，喷雾生效了。我由于失血过多，感到浑身冰冷，瘫倒在地上，而只剩下一只手臂的张玉则强忍疼痛，在我身上不停地翻找。赵远东身上一定有手机，报警活下去。这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说的一句话。闭上眼睛前，我看见张玉捡起了郭立明的刀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母亲看见我睁开眼睛，激动地喊着医生。我急切地询问张玉的情况，得知他接受了断肢再植手术，但即使恢复，后半生的活动也可能受限。如果未来的儿媳妇可能有点缺陷，你在不在意啊？你没事就好。出院后，我和张玉一同来到了刘金婷的墓碑前。张玉带去了她最喜欢的玫瑰花，虽然以前有很多人送过，但她始终没等到她最爱的人那束。金婷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，她是懂得反抗的，她一定很不甘心。但我们算是替她报了仇，不是吗？后来我们去公安局做了笔录，刑警经过对案情的了解，判定我和张玉属于正当防卫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那天张玉报警后，警察来到了现场，并对现场进行了排查。郭立明当场死亡，而赵远东则经过抢救捡回一条命。而当时根据对刘金婷的尸检显示，死亡时间大约7个小时左右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对赵远东的审问录像吗？不行，我们的审问是不能公开的。一会儿我要对他当面审问，你们可以看着外面的审问监控。一个声音突然传来，我和女友同一时间回头，看到一位身穿警服、眼神刚毅的警员对我们说，而他旁边压着一个身穿囚服的人，他头发蓬乱，面容消瘦，但我还是认出了那一双眯眯眼，他在冲我笑，是赵远东。他们是本案的重要证人，为他们泡一次力吧。是金婷的表哥。我说我一看这名警官就眼熟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们很多年前在一起吃过一次饭，而且那次吃饭时刘金婷时不时的和表哥开着玩笑，显然他们兄妹的关系很好。审讯室的监控中，刘金婷的表哥坐在赵远东的对面，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。赵远东反而释然地靠在椅子上，也用不带一丝情绪的眼神望着刘金婷的表哥。可以给我一根烟吗？哼，你说你最开始并没有参与对被害人的加害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平日里吊儿郎当的，却是有贼心没贼胆。不过郭立明可不一样，明明之前还因为我说了这小妮子几句找我干架，当我在库房发现他在对小妮子行不轨之事时，我都没敢相信。听着赵远东的话，我和女友对视一眼，顿时恍然，原来是郭立明求爱不成，想强行占有刘金婷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侵犯被害人的时候，却被你正好撞见。没错，后来他怕我东声张出去，竟丧心病狂地鼓动我也加入。我知道这是犯法，可你知道当时的场面，呵呵，很少有男人能够。我们从监控中明显的看到刘金婷表哥紧握的拳头在桌子底下颤抖。最后这小妮子苦苦哀求，并承诺自己绝不报警，绝不追究，才没有被郭立明灭口的。当时我也劝他，这种丢人事他自己绝对也不想让别人知道，留他一条命吧，别把事情搞大。但之后的几天，可能是他由于过度的心理创伤，精神出了问题，开始风言风语，这事传到了郭立明耳中，他怕这小妮子说出些什么，开始后悔自己曾经心软，担心事情败露。最后你们还是决定将被害人灭口，对吧？人可不是我杀的，他是被郭立明勒死的。杀完人后，郭立明将他的尸体暂时藏在自己工作的楼层，找了个柜子，将里面的资料搬出来，把尸体塞了进去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想等到深夜人少的时候，不但可以避人耳目，还有充足的时间把小妮子干干净净的处理掉。我和女友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们视频通话时，柜子中是刚刚死掉的刘金婷。由于死亡时间不长，我们竟都没有发现是尸体。这时，张玉突然来到了公司，说领导给他打电话，要他回去处理材料。我赶紧打电话通知了郭立明。一开始，我们并不想杀张玉，要避免节外生枝，所以我们只是默默地等着张玉加完班回家。这时，郭立明在干什么？他一直在监控室观察着张玉有没有发现尸体。之后他发现张玉起身去了厕所，就有了转移尸体的可乘之机。虽然有了转移尸体的时间，但郭立明怕张玉从厕所出来和他撞见，只是把尸体暂时藏在12楼别的房间。也就是在这时，黄发来了，我没能拦住他，所以第一时间发信息通知郭立明，告诉他黄发可能知道些什么。郭立明给黄发开完门禁后，给我发信息，这2个人不能留，但不能硬来。郭立明知道我练过摔跤，即使他们2个人一起上也有翻车的可能，更何况还有张玉。看来是郭立明诡计多端，决定通过演一出戏来挑拨我对张玉的信任，让我们分开行动，再逐一击破。
最开始张玉被我挟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开始演戏。但在对峙的过程中，我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想先杀了张玉，然后马上和郭立明对黄发动手。但碍于黄发手中有手机，我怕他不管张玉，自己从旁边的安全门逃跑，再报警，所以要先收了黄发的手机。在黄发递手机的那一刻，郭立明给我使了眼色，暗示我准备动手。呵呵，我俩的心思少有的不谋而合。结果我们失败了，让他们逃了，所以只能按原计划行事。我们当时有短暂的碰面，我还给了郭立明自己的手机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他俩没有发现时互相通气。那郭立明去找他们时，你在干嘛？我前往12楼处理小妮子，我收集了小妮子的大量血液，到楼下后倒在自己头部周围，假装自己的血，自导自演了一场自己被杀的假象。是的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。由于我抢走了他们的手机，还挟持张玉，所以可以说我已经暴露了。但他们怀疑郭立明和我串通是早晚的事，我们必须搞出第三个人来作案，让郭立明不在场，减轻对他的嫌疑。而且我曾对他们说过，张玉不死，所有人都得死这句话。所以你不但和郭立明害死了金婷，还把他噌的一下窜了起来，扑向了赵远东，双手死死地掐住了赵远东的脖子。其他警务人员迅速冲进了审讯室，合力拉着刘金婷表哥，但无论怎么用力拽他，刘金婷表哥依然不肯松手。最终，众人费尽9牛2虎之力才把二人分开，而刘金婷表哥口中的咒骂声依然响彻整个审讯室。我们离开警局后，漫步走在回去的路上。当时他们想让我以为刘金婷和你才是幕后凶手，使我们分开。可你一直没对我进行控制，也没有离开我，因此始终有2双眼睛盯着郭立明。你在12层突然消失的那一刻，应该是我最危险的时候，但我依然对郭立明保持警惕。听到声音后，我让他走在前面，并没有把后背留给他。我们当时到了12楼，你突然消失，就是去找刘金婷吗？是啊，我看你当时的眼神，恨不得把我绑起来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，我怕你被郭立明蛊惑得越来越深，到时候咱们俩真就危险了。对不起，我应该完全信任你的。不过你是怎么确定在12楼的？首先，金婷不是我杀的，我自己清楚，也不可能是你，那就很有可能是郭立明或赵远东。而在你提出去12楼时，郭立明极力的反对，我经过几次试探和对他表情观察，我判断是他杀了金婷，而且就藏在12楼。回想起那个夜里背后发生的事，我真的感到有些后怕。是啊，我真的无法想象郭立明和赵远东居然如此的狡诈，甚至能设计那么多阴谋来置我们于死地。他们让你想起上学时学到的一篇课文？哪一篇？蒲松龄的《狼》，它在我们学生时代可以说是一篇让人细思极恐的课文。对，我记得里面有一只狼在草垛外面假装睡觉，另一只狼偷偷从草垛后面准备钻进去吃人。我还记得当时要求我们全篇背诵了呢。看来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，让我们以后防着点那些像狼一样的人。我深表认同，因为这种人真的很多，但我还是希望女友能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，人心总有一天会真正的向善。你记不记得这篇课文的最后一句话？好像太多年了，有点。禽兽之变诈几何在，只增笑耳。